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益生菌等保健食品却卖得正夯。人类身体有上百兆个细菌，95%集中在肠道，它们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可以帮助消化，跟人体的健康好坏密切相关。慈济大学生命科学系所实验室里观察海葵肠道中的细菌，发现只要改变饮食，细菌的分布就会改变，而且速度相当快。过去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我们把细菌放在水里面，不给它任何的养分，我们发现它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为了要存活，它们会开始改变自己身上的基因，然后就会出现一些特性上的改变，比如它的长相会开始改变，它的生长速度会开始改变，它利用物质的能力会开始改变，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内，它就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性。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也有医生在病人使用抗生素治疗，逐渐恢复健康后，补充益生菌，帮助病人康复。通常在加护病房，因为我们都是碰到最严重的病人，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会用最重的抗生素。我们会看时期，如果说他慢慢到恢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让他加一些益生菌进去。人体内的细菌战场与免疫力的关系，随着科技发展方兴未艾。很多电视广告都说这个要吃益生菌，能够提高你的免疫力。那事实上，在我们人的肠道里面就很多的细菌。那这些细菌有包括好菌跟坏菌，这一些细菌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扮演着如何把我们吃进来有用的食物分解成我们需要的物质。如果你身上少了某些特殊的菌种，你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可能是对免疫力是有帮助的。那一般来讲，益生菌它是一种食品，对，不能够强调任何的疗效了。就是你吃下去，觉得说对自己感觉身体有些改善、正面的发展，你就可以继续吃。所谓正面发展是说这个排便顺畅，算不算正面发展？如果说是便秘的人排便顺畅，然后平常很容易腹泻的人，比较少腹泻，就是正常发展。那如果说胖子吃了变瘦那比较瘦的人，因为吃了一些好的益生菌，让他的养分吸收比较好造成他这个体重有点恢复，那事实上就是好的益生菌。现在很多人素食那素食跟肠道菌之间，跟荤食跟肠道菌之间，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性？肠道的细菌会因为你吃进来的食物不同，它产生一些菌种的转换。那已经有那个研究报告指出食物如果你改变2天荤素，把它颠倒之后呢，肠道里面50%以上的菌相是会改变的。所以它速度是非常快的。那而且很多文献指出吃素的人，它里面肠道所分解出来这些所谓的小分子物质，比较不会造成肠道的发炎。但是如果吃肉类比较多的，它所代谢出来这一些二级代谢物，对于肠道的上皮细胞或者是一些免疫系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刺激。那这个刺激，很多人看到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如果你食物稍微吃的比较素食清淡一点，蔬菜多一点的话呢，对你的肠道的菌相是改变很快，而且对人体一般来讲，统计上来讲是利多于弊。是我们说，其实肠道的健康跟身体的健康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它跟营养的吸收跟排泄都是很关键的那讲到这个营养，我还是要请教营养师现在很多人吃素，那可是这个素食蛋白质要怎么样用什么东西来取代这个鱼跟肉呢？像如果是蛋奶素的部分那就是可以吃鸡蛋，还有一些乳制品，还有像是豆干、豆腐，都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的选择。那如果有的人蛋跟奶他都不吃怎么办？那它就是会以就是可能豆干、豆腐去作为主要的那个蛋白质来源。那像我们一个掌心这样子，差不多2到3两的肉类或是鱼类。那如果我们要以一份去做一个替换来说的话，就是可能板豆腐2格就会取代1两的肉类。那很好很好，几乎都可以取代了嘛。对。然后像嫩豆腐的部分，它是1盒1盒的，那半盒可能就可以取代1两的肉类，这样子，或是喝一些豆浆，差不多260cc 也可以取代1两的肉类，所以其实是可以取代的。